在整个二战中，德军最著名的火炮就是在东西线广泛使用的88毫米炮，又被称为88炮。这种火炮上可打飞机，下可打坦克，让盟军吃尽了苦头。但是它身上依然有一些谜团，比如说它的口径为什么是不零不整的88毫米，它又为什么能打坦克？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各位讲清楚88炮为何能在二战战场上这么横。虽然88炮在二战时期是被德国陆军使用的较多，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海军火炮。在一战中，德国海军便在使用口径为88毫米的火炮，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这种海军88炮被称为 8.8 厘米 SKL-35， 它采用了后膛装填楔形炮栓设计，其主要目标并不是和后世的88炮一样作为防空炮来使用。因为在当时空军的飞机载弹量太低，还不足以威胁到海军的大吨位水面舰艇，而承担这一4辆拨千斤任务，以小吨位来克制大吨位水面舰艇的，则是新兴的海军鱼雷艇。它们可以携带2到4枚蒸汽鱼雷，在前无畏舰时代，大型军舰尚未针对性设置水下防雷鼓包，这就导致一艘蚊子一样的鱼雷艇就可以严重毁伤甚至击沉大型水面舰艇，所以当时的舰艇必须安装一种速射炮，用来反制鱼雷艇的偷袭，这也是88毫米海军速射炮诞生的最直接原因。而这种反雷击火炮口径之所以是88毫米，而不是公制常见的75或者英制常见的76.2或者是102，原因也非常简单，甚至充满了德味的直肠子。那就是经过德国武器设计师们的论证，88毫米这一口径所制造出来的金属弹壳定装弹，其高爆弹重约15公斤，大概是34磅左右。这一重量是单人可以提升推弹的最大尺寸和最重的弹体。口径再大，要么增加装填手，要么采取分装药，不管怎样都要降低这门火炮的射速。而在反雷击作战中，一门低射速火炮可能会导致全船人原地升天，这是不可接受的。一来二去，88毫米这一口径最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德国炮。在德国海军中，也并不止一门火炮是88毫米这个口径。最开始的前无畏舰时期，8.8 cm SKL-35 确实忠实地履行了一些反雷击的职能。不过在当时设计时，这门火炮有一些欠考虑，那就是35倍镜的身管严重地影响了它的初速，初速低了，对于远距离移动目标的射击就会变得异常困难。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无畏舰都换装了 8.8 cm SKL-45 舰炮来进行反雷击作战。更长的身管带来的是更高的初速， 8.8 cm SKL-45 所发射的炮弹初速最高约为890米每秒，不仅更容易命中运动中的敌人目标，也开发了其他意想不到的功能。因为炮口初速高，所以这门炮发射的弹丸它所蕴含的动能也高，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1700码。这也就开发出了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将反雷击炮转为高射炮。在测试中， 8.8 cm SKL-45 在43度时射程为15400码。要知道，美军二战时口径更大的5寸 MK-12高频两用炮，其45度角最大射程也不过为17400码。对于一种 3.4 英寸口径的火炮来说，当其防空射程可以直逼5英寸炮时，也就只有优秀二字可以形容它了。由于88毫米舰炮极其优秀的防空射程，因此 8.8 cm SKL-45 虽然是一种舰炮，但它的防空作用比所有人想的都要早。早在1914年和1915年，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就在用它作为大型舰艇上的高射炮，同时它也有配套的陆地炮座，作为固定的高射炮使用。在这个时期，这些上岸的88炮被称为 8.8 厘米 K-Zugflak， 陆军版本也被称为 8.8 厘米 Flak 16。而根据这些88炮的防空经验，在一战后的1920年， 8.8 厘米 SKL-45 也被安装在德意志级装甲舰以及科尼斯堡级轻巡上，当做一种高频两用炮来用。这次88毫米这个口径才算是真正的和防空联系到一起了。随着一战的结束，德国也被凡尔赛合约禁止开发、生产和拥有高射炮，这也被视作一战88炮和二战88炮的分水岭。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凡尔赛合约并没能限制住德国人的军备复苏，德军通过将年轻的工程师们送往国外，比如说苏联，来学习武器制造技术，来规避凡尔赛合约的限制。
在这个期间，也就是1920年代末，德国政府收购了一部分瑞典博福斯公司的股份，于是一部分工程师就前往瑞典，来和博福斯公司一起开发新的大口径高射炮。在那个时候，博福斯公司就已经因为高射炮系列产品而名扬天下。德国和瑞典合作开发的75毫米大口径高射炮相当顺利，只不过在最后，德国人巧妙地在图纸上动了一些手脚。在生产阶段，这门半自动水平蝎式炮栓的火炮，其炮管口径就已经变成了88毫米，而非设计时的75毫米。至此 8.8 cm Flak 18，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8炮就此诞生。可能有的观众会很疑惑，火炮是怎么半自动的呢？其实这个很简单，那就是在激发之后 ，Flak 18的炮膛后座炮栓自动开栓，弹壳自己就飞出来了。然后装填手只需要将下一发弹药推弹上膛，就可以完成整个上膛的步骤。省了这一步，训练有素的炮组就可以在1分钟内打出15到20发炮弹。在二战初期，这个射速已经是非常优秀了。除了射速上来说，Flak 18和一战的老前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它依然使用了十字形炮座和单脚炮架，外加底座可以接驳运输拖车的设计。这种炮架车的形式被称为特殊拖车201。当它们被组合起来之后，就可以使用德军最常见的半履带卡车进行拖曳。这种拖曳车一般是 SD KFZ7。它除了可以拖曳88炮之外，还可以携带它的炮弹以及它配套的炮组成员。即使临时接敌，特殊拖车201还可以和一战老前辈一样，在不卸下炮架的情况下，直接在拖车上对目标开火。虽然这样会造成一定的位移，导致每次射击后都需要重新调整射击参数，但这总比在车上被动挨打来得好。让德国人的88炮出名的，还是要数其在陆战中卓越的反坦克能力。它可以在2000米内击穿绝大多数的盟军坦克，让几乎所有的盟军坦克手对于这种防空炮都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心理阴影。但目前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信源所描写的88炮的反坦克历程都是极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谣传的。比如说，大部分网络写手都会将88炮反坦克历史描述为在法国战役时期，或者是在北非沙漠中，德军的 3.7 cm PK-35 敲门砖无法正面击穿法军的夏尔 B1，或者是英军的马蒂尔达2。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军不得不借助于88毫米高射炮的大口径，将其放平，对地面目标进行直射，从而顺利击败了法军或者英军的坦克。如果各位比较细心的话，就能找到这些谣言中间的漏洞。比如说，如果88毫米高射炮只是一种高射炮，那么如果将它应急用来打坦克，它就将面临着2个直接问题。第一，二战时期大部分高射炮配发的都是定时引信高爆弹，这种炮弹用来打飞机可以，打坦克就属于挠痒痒了。以88炮配套的 SPRGR-L 4.5 高爆弹举例，其爆炸破片穿身至少不会超过20毫米，想要用它来正面毁伤 B1 和马蒂尔达2这样的早期重型坦克，不能说天方夜谭，也只能是痴心妄想。第二，对于防空炮来说，它的主要作战目标是飞机，而非地面单位。所以一战时期的大部分防空炮都没有设计浮角，而88毫米防空炮虽然其炮架很高，但依然拥有-3度的浮角，并且拥有配套的直射地面目标的瞄具。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设计师们早就预想到了88炮是战场上重要的直瞄支援火力，从而为其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更妙的是，88炮是一种反雷击舰炮，因此它的炮弹就必须拥有击穿鱼雷艇船壳并且杀伤其中人员的能力。8.8 cm SKL-45 舰炮的弹药库中本来就拥有弹重9.5千克的 PZGR 穿甲弹，而到了 Flak 18上，这门炮就可以使用穿甲弹在2000米上击穿约100毫米的垂直装甲，是反制地面重型装甲单位的绝对明星。在故事开始的时候，88炮就获得了绝对的反装甲能力，所以它可以在法国或者北非战役中远距离一点杀盟军重装甲单位，是德军意料之中的，而非什么应急产物。88炮是如此好用，以至于让它成为了一种二战时期的文化符号，甚至盟军不会对此加以区分，瞄准自己的88炮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型号，而是将所有的十字底座单脚架火炮全部统一称之为88炮，甚至在自己遭受其他直瞄火力打击时，也会惊恐地喊出88炮。但实际上，就像Flak 16和Flak 18的区别一样，德军自己使用的88炮也是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族的。
在二战前，由于弗拉克16防空炮被凡尔赛条约废除，所以二战期间德军第一款列装的88炮就是弗拉克18。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之所以弗拉克18要被叫做这个名字，看起来和一战老炮弗拉克16差不了多少，是因为德国人的障眼法。德军的编号命名方式并不是阶梯式命名，而是年份命名。比如弗拉克16实际上就是弗拉克1916，而根据凡尔赛合约，德国在战后不得拥有防空炮。在歼战机列装防空炮一定会迎来英法的制裁，所以德国人就动了脑筋，将歼战机生产的一系列武器基本都命名为某某18，比如弗拉克18，就让英法认为这些武器是在一战末期就已经定型，而非歼战期才进行设计和生产，这样就能规避掉绝大部分的制裁。而第二种88炮则是弗拉克36，这也是家族中衍生品最多的一种。它和弗拉克18最大的不同是弗拉克36采用了一种2件套炮管。这种炮管很聪明地分为了内外2个部分，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内炮管的膛线在磨损完毕之后就可以只更换内炮管，而不用更换外炮管，既节约经费又方便运输和维护。同时在弗拉克36上还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经常能在历史片中看到的火炮防盾。这种轻捷的矩形防盾是面向于陆战的装备，它可以在水平射界上完全遮蔽炮组成员，使其免受轻武器和炮弹破片的袭击。虽然它并不能阻挡大口径弹药，比如说.50重机枪就可以轻易打穿它，但是总比没有强吧。在战斗中，防盾受到了炮组一致的好评，所以这种大型防盾后来也被普及到更老式的弗拉克18上，并且成为之后88炮的标配。第三种88炮是弗拉克37，和弗拉克36只差了一个数字。它和弗拉克36差别不大，但是主要是针对于对空战斗，所以它和弗拉克18比较相似。主要特征是拥有2个引信设定器，而弗拉克36只有一个。当防空作战时，炮组里的弹药手轮流将定时高爆弹弹头插入其中，引信设定器就会根据火控回传的数据自动拧动弹头上的定时环，然后设定精准的起爆时间。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弗拉克37针对于防空的倾向性。不过虽然弗拉克18、36、37是3个不同的编号，但是它们都可以被统称为第一代88炮，这是因为它们的零部件高度通用，尤其是战斗艰苦、零件短缺的东线战场上，而且零件混装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第二代88炮则是著名的弗拉克41，它也很好分辨。为了更高的炮弹出速，它不仅加长了炮管到74倍径，还使用了装药量更多的弹药，这让它最大射程来到了16000码。奥托·威廉·冯·伦茨将军圣赞旗作战效能几乎等于128毫米。除了更长的身管带来的初速提升之外，它的弹药也是最大射程有如此进步的原因之一。和一代88炮所发射的88×571毫米二炮弹不一样的是，二代88炮的弹药增强到了88×855毫米二，几乎加长了1/3。发射药的嗑药炮才是它射程如此进步的最大动力。除了以上2代88炮之外，还有一种88炮独立于这2种分代方法，那就是 8.8cm 弗拉克37 41。从名字上不难看出，这种炮基于一代88炮，但是可以发射2代的炮弹，是德军为了增强一代88炮性能所采取的折中措施。但是由于二战的迅速战败，这型特殊的88炮也只制造了13门，更多的被流传于档案之中。现在88炮的基本参数，各位观众想必已经清楚了。那么，如果当各位作为一名88炮指挥官时，那你又该如何操作88炮进行防空战斗呢？在战斗中，一个88炮的炮组大概是6到11人不等，这其中主要是装填手的区别。如果装填手越多的话，那么它的战斗射速就越逼近极限的20发每分。而一个标准88炮的炮组则是9人，分别是高程炮手、风向炮手、装填手、4个弹药手、射手和高射炮指挥官，也就是你。当然，一门炮是不足以在二战环境下进行防空的，所以88炮最低的部署单位是防空炮连。一个防空炮连拥有4门88炮和额外的防空探照灯。在设置炮位的时候，你就需要指挥拖车，将炮位放在平坦且四周空旷的空地上，而非坚固带有顶盖的掩体内。毕竟你指挥的是一门防空炮，而非要塞炮。
因为一个炮连的4门炮毁伤敌机的概率还是太低，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二战火控条件下击落一架飞机，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炮对敌机打出弹幕，然后依靠定时高爆弹的破片，通过概率学击落敌机。因此在针对于轰炸机群的国土防空作战中，10几个高炮连会组成一个大型防空炮台，对进入射界的敌机进行攻击。当然了，看见敌机之后，如果没有准确的火控数据，那么高炮的射击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如果你想准确命中敌机，就需要测量出敌机的速度和高度。当对空观察哨观察到敌机，并且进入射击诸元测算，一场防空战斗才算真正的打响。在观察哨通过3角测量测出敌机速度和高度之后，和测距仪耦合的机械计算机就会根据测距仪记录的数值套用一个固定公式来下发弹药延迟的时间以及射击诸元。当能见度较差时，维尔茨堡防空雷达就接替了光学测距仪的作用，它可以通过电缆来为至少4门高射炮提供高度和速度信息。当接入电缆越多时，就会有更多的高炮可以收到雷达的信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一批的雷达集中射控高炮之一。当你的炮位收到火控信息之后，你的高程炮手和方向炮手就会装定射击诸元，而弹药手则需要将延迟引信高爆弹插入引信设定器。当弹头插入引信设定器时，机械结构就会自动拧好1到5到 2.95 秒的延时。等到射击诸元装订完毕，引信也被设置好之后，一切准备工作也就随之完成。这时只需要让装填手推弹入膛，炮手就可以激发炮弹向敌机开火，之后只需要重复装填开火这个枯燥的过程，直到听见停止开火的指令为止。在这个过程中，高射炮群会在敌机行进路线上以不同高度、不同距离散布出一片被黑云遮蔽的天空。这片黑云一般出现在预测敌机飞行路线的正前方，呈现一个长方体布置，箱内的每一个角都会充满弹片，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击中敌军的概率。不过这种防空作战只是看上去很美好，在英美对德战略轰炸面前几乎是杯水车薪，因为维尔茨堡雷达的误差在正负100米左右，而一发定时高爆弹只能在10米之内对 B-17这种重型轰炸机造成影响，所以这种糟糕的精度也就成为了防空炮低效的直接原因。而想要直接击落重型轰炸机，也就只能靠炮弹直接命中敌机，但是这种直接命中是非常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运气，那么你也就不会在德军中当一个防空炮指挥官，而是早就中了大奖去瑞士生活了。所以在德军的国土防空中，防空火炮一般被当作拦截之用，而击落敌机的任务则是依靠战斗机。可是从1943年开始，德国已经不再能够提供足够的战斗机来对抗攻击轰炸机编队。此外，由于重型轰炸机的箱式飞行队形，现有的战斗机不再能够无压力地突破轰炸机集群，想要逼近到可以击落轰炸机的距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随着1944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开始列装 P-51D 轰炸机，开始被远程护航战斗机群严密地保护着，美军轰炸机群的战损数因此开始直线下降。即使没有以上这么多的前置条件，防空也是一种10防9空的事情，因为防空阵地轻易不会挪动，而轰炸机仅仅需要拐个小弯就可以绕开它们。从1944年开始，防空火力更多的是对民众的道义支持，而不是对抗英美轰炸机编队的有效武器。在最后的最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战后大口径高射炮一发入魂的能力逐渐开始被新型的防空导弹所代替。88毫米高射炮这种东西早已不再被军队所需要，野战防空开始有雷达参与，而防空导弹加小口径高炮也成为各国开发方向。人们想要一睹88炮曾经的风采，也就只能在游戏或者电影中才能见到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关于88炮的补充内容，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咱们下期视频见。